第一只一族将换来狂风暴雨，吴老星抹杀路飞的真正原因。大家好，我是朱爱本。修刚回来的那一话，尾田通常会承上启下，1041话也不例外。本话最大的亮点就是堪比小说的台词数量，剧情也在这些对白中持续推进。吴老星为什么急着抹杀路飞？香蕉果实将会觉醒吗？1041话亮点之一就是 CP0 接到了最新指令，让他们去介入凯多和路飞的对决，将路飞抹杀。但很显然，以 CP0 的实力，在这种级别的战斗中根本无从下手。然而电话虫那头却很坚持，并称正是因为这是世界最顶级的战斗，所以对世界政府和吴老星来说才更具危险性。这句话成为我们搞清内幕的真正突破口。首先，整个和之国篇，路飞与凯多有过3场对决。第一场是醒酒之战，路飞拿出了2年修行期间的成果，但在凯多碾压级别的霸王色攻击和雷鸣八卦面前，还是不堪一击。惨败后的路飞开启了监狱修炼副本，在暴狼的指导下学习流音，做到了能够把武装色霸气覆盖在自己的身体外围，形成一道无形铠甲，看起了2年前雷利展示过的水平，能够打穿敌人外表坚固的防御。第二场是怪物对决，2名四皇对上5名超新星。虽然新世代们使出浑身解数，但是依然敌不过2名四皇怪物般的战力。路飞在绝境中领悟了霸王色缠绕攻击的奥义，真正拥有了与凯多一战的实力，但因为技巧粗糙，很快又被凯多击败，并被丢入大海。而第3场对决，也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最后决战，路飞骑着桃之柱变身的巨龙回到屋顶，与凯多开始单挑，并一直克制着没有发动4档，而是以霸王色的力量与凯多交手，直到1041话，终于拿出了最后的4档，也意味着路飞已经接近极限。在这3场对决中，我们能发现路飞的实力正在突飞猛进的提升，甚至已经比肩那些过去的顶级强者。而这种情况，冥王雷利早就预见了。当时在886话，路飞下决心要超越强敌卡塔库利，理由就是雷利对他说过的话：霸气只有在实战的极限状态才能进步，越是跟强大的敌人交手，就会变得越强。后来路飞在与卡尔的战斗中，见闻色大幅度提升，也能够做到短暂预见未来。现在路飞与凯多的战斗其实也是相当类似的经过。1010话时，路飞觉醒霸王色缠绕的原因，就是因为挨了凯多的狼牙棒。为了战胜凯多，再次超越了自己的极限，霸王色缠绕就此觉醒。有趣的是，在路飞的回忆杀里，暴狼也说了跟雷利一样的话。那么，如果霸气能够通过战斗去提升极限，那么当2个拥有霸王色缠绕的顶级强者交手时，会发生什么呢？漫画434话，红发与白胡子接触，是振作时间线里4皇级别的人物第一次碰面。当时这个事件就引起海军本部的高度警惕，直接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海军与海贼是敌对立场，如果2个4皇集团火并，2败俱伤，对海军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他们反而这么紧张呢？这种反应只能说明，当2个顶级强者碰面时，还有可能发生别的事情。1041话中 ，CP0 负面去抹杀路飞，也提到了正是因为这是世界最顶级的战斗，才更加危险。种种迹象表明，当2个顶级强者交手时，还会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回想一下，罗杰与白胡子交手时，霸王色碰撞将天空撕裂，云层震散；红发与白胡子交手时，霸王色碰撞将天空一分为2；凯多与大妈交手时，鬼岛上空劈裂2半；路飞与凯多交手时，和之国天空再次被撕裂。不难看出，这几次霸王色碰撞都出现了天空撕裂的奇观，并且交手双方都具备霸王色缠绕的力量。与之相比，之前路飞与卡尔、明哥的霸王色碰撞都没有出现天空撕裂，所以只有真正的顶级强者间的对决才会有这种效果。那么，既然霸王色的碰撞能够影响天空，是不是意味着霸王色能够对天象或者气候造成影响呢？在漫画764话，克拉松曾经对罗说过，在天龙人的故乡，每当老人们听到名字里带地的人扬名时，就会担忧到低之一族必定会再次换来狂风暴雨。这句话看起来是一种比喻，但会不会真的有一股力量能召唤风雨呢？在海贼王的世界中，恰好就有2次关键性的暴风雨，一次是在著名的埃德沃海战，罗杰海贼团与飞空海贼团决战，寡不敌众的罗杰海贼团最后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扭转了局势。另一次是路飞从罗格镇出海，正式进入伟大航路，从处刑台到颠倒山，一路上都是狂风暴雨。漫画99话，尾田在描写这场暴风雨时，就用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遥远的未来不断流传的传说，是在遥远的过去拉开序幕的故事。而100话的标题就是传说开始了。当时斯莫格面对这不可思议的一切，曾感叹了一句：简直就像是上天要让那个人活下来一样。曾经我们都以为是路飞的老爸革命军首领蒙奇迪龙制造了这场暴风雨，但龙在这次事件中其实只出手了1次，制造了暴风救下了路飞，并且龙也不可能预测到草帽一伙会把船开到无风带，一直维持着暴风雨直到颠倒山。所以这场暴风雨无论从发起到影响的范围，都更像是一个奇迹，就像是冥冥之中另一股力量在引导路飞冲向伟大航路，开启一段传说。在这片大海掀起一场狂风暴雨。回顾一下蒙奇利、路飞在那些大事件中崭露头角时，吴老星的反应都很耐人寻味。漫画233话，路飞在阿拉巴斯坦击败老沙，3大势力的平衡开始出现破洞，路飞和他的低之名开始被吴老星注意到。漫画483话，当听到路飞将莫利亚击败的消息后，吴老星立刻下令让巴索罗米大雄将这一伙人全部消灭。漫画594话，
顶上战争中拥有低之名的路飞、艾斯的惊人表现，让吴老星再次警惕起来。漫画793话，当吴老星听到路飞一伙人将多弗朗明哥击败后，十分震惊。漫画908话，路飞和黑屋子一起上了伊姆的黑名单，被砍穿了悬赏令，意味着伊姆对他们起了杀意。这两人的共同点有2个，都是低之名，都是近2年快速崛起的新势力。随后吴老星在向伊姆请示命令时，就提到了必须从历史中抹去的灯火这样的词语。综合这几次吴老星的反应，他们想对草帽路飞动手，并不是临时起意，不仅是因为路飞的名字，更因为他破坏了天龙人的世界秩序。低之一族必定会再次换来狂风暴雨。如果路飞真的就是预言中的那群人之一，那么他的不断成长，最后一定会让魔古力量苏醒，引来令天龙人畏惧的狂风暴雨，毁灭天龙人的世界。吴老星对路飞下达抹杀命令的真实动机，也许正是为了阻止路飞最终成长为天龙人的劲敌。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当2个拥有霸王色霸气的顶级强者交手时，超越极限的死斗会让霸王色的力量进一步提升，解锁王者之治所隐藏的真正力量，变成完全体的乔伊波伊。而在即将到来的最终战里，路飞与黑屋子这2个拥有低之名并同时拥有强烈梦想的强者，很可能会爆发一场更加惊人的决战。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霸王色的顶级强者，为什么吴老星只下令抹杀路飞，而不考虑凯多呢？除了凯多没有低之名外，还跟 CP0 所说的那个传闻有关，一个突然出现在和之国的巨型生物象主。象主为什么会独自行动来到和之国？1041话另一个亮点即是桃之助与象主的再次交流。象主用简短的3句话阐明了自己的来意。桃之助，我一直在等你的命令，为了和你并肩作战，我才坚持至今。这几句话明确了桃之助是象主主人的身份，以及象主此行的目的。从之前杰克袭击象主的事件中，桃之助已经证明了自己是目前为止唯一能够与象主交流的人，并且可以给象主下达命令，这是主人才有的权利。而从大和听完后的反应来看，关于玉田似乎早就预见了这股力量，并将自己的猜测写在了日记中。这也是为什么桃子看完日记后说自己不能死的原因。请大家把公屏打在预言架上。在之前1037话的那期分析里，我们就详细解释了光月玉田这一伏笔。在罗杰海贼团从空岛返回大海的途中，光月玉田曾经将桃之助高高举过头顶，让他尽情感受天空，并说这就是世界。后来在象主回应了桃子的命令后，警卫们曾经喃喃地说了一句：不知道玉田大人是否知道桃之助大人的这个力量。种种迹象表明，玉田对光月一族的命运并不是一无所知，特别是在到达拉夫德鲁后，玉田知晓了一切，也明白了和之国锁国的原因，坚定认为开国必须要由光月家来完成。但就跟罗杰一样，他们都来得太早，古代兵器真正苏醒前是无法完成这一目标的。世界迎来变革还需要等待20年的岁月，所以玉田在与凯多决战前就将遗书写好，并拜托石夫人用自己的能力将桃之助送到20年后与乔伊波伊相遇，在那个人的引导下觉醒真正的力量。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翻翻那期视频，但是我们就详细解释了古代兵器、天王的苏醒以及乔伊波伊的力量。象主是戴罪之身，他被惩罚只能漂浪在大海上，连面对敌人都没有主动反击的资格。这样的巨型生物来到和之国，一定是接收到了主人的命令，也就是在桃之助的召唤下来到这里。当时在1014话，路飞掉入大海后所产生的声音就是其中一个关键。桃之助发出了愿望，很可能穿越大海，成功传递给了象主，让象主开始了行动。那么在1041话中，象主的出现与吴老星抹杀路飞的命令有关吗？注意看象主脚下，世界政府舰队们的反应，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一紧急事态。而桃子与象主的对话是一段回忆，发生在刚才，也就说明了吴老星大概率已经从舰队那得到了象主出现的情报。按照我们之前的分析，1037话末尾，吴老星讨论那个觉醒果实的时候，象主并没有被发现，所以他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该涉及象主。然而在本话中，象主已经出现在了舰队面前，所以吴老星才会调整策略，给 CP0 下达了新的命令。吴老星很可能知晓象主与驱使他行动的那股强大力量的秘密，他们也许是察觉到了古代兵器的苏醒和乔伊波伊出现的可能。而目前整座鬼岛上唯一公开的拥有低之名的人，就是上了伊姆黑名单的门崎地路飞，自然就成为了吴老星抹杀的目标。他们试图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而目前在和之国近海待命的舰队，也就成为了这个国家必须面对的威胁。罗布路奇原本接到了命令，就是在凯多败北后，由世界政府直接接管和之国，和之助能够与象主共享视野。此时很可能已经通过象主的眼睛看到了包围和之国的舰队，这大概也是桃之助犹豫是否要开国的原因。用内忧外患来形容此时的和之国，再合适不过了。即便拿下这场战争的胜利，将凯多赶走，和之国接下来也要面对天龙人的进攻，应该怎么才能保护好这个国度呢？答案其实在愚人岛篇末尾就有参考了。当时路飞直接回怼比格曼，宣布愚人岛为自己的地盘，从此受到自己的保护。和之国之所以锁国了几百年，就是为了免遭魔古巨大力量的侵害。那么在和之国篇的末尾，路飞很可能也会将和之国纳入自己的地盘，借此来保护这个国度的安全。而想要从根本上解决敌人的威胁，就必须彻底击败天龙人的势力，让整个世界都摆脱残暴与邪恶的统治。大和作为和之国的守护神，他出海的使命也就有了，和路飞一起去挑战这个世界，击败那些威胁和之国的敌人，让和之国真正意义上的开国，重获自由新生。
本话尾田还填上了另一个坑，通过桃子的描述，玉田航海日记里面缺失了几页关键内容，因此拉夫德鲁的秘密并没有被剧透，但和不能上传的理由又少了一个。而玉田亲手撕下了这几页日记，很可能就夹杂在后来石夫人拿到的那几页遗书中。玉田托付石夫人将桃之助送往20年后，是基于他从拉夫德鲁获得了真相所做出的判断。而在这场鬼岛决战中，预言也真的在一个接一个的实现。最后来聊本话中一些重要剧情，首先是决出胜负的雷藏和福禄寿，这场战斗应该是这么多对决里最潦草的一场了。不过相信大家也并不怎么在意，有了结果就行。比较有意思的是雷藏倒下后所说的话，他似乎还有一个作战计划，刚刚完成了准备工作，但还没有开始施行。雷藏与福禄寿的战斗位于城堡3楼，而脚下就是2楼的宝物间。黑炭大蛇一直躲在这里，等着福禄寿来带他离开轨道，而雷藏将福禄寿拖住，甚至击败的结果，相当于黑炭大蛇的退路被彻底切断。所以紧接着镜头就来到了宝物间内，大蛇因为屋顶崩塌被瓦砾埋住，目前城堡内火光四起，加上之前比格曼引发的爆炸，整座宅邸已经是岌岌可危。但奇怪的是，如果大蛇被埋是小紫计划的一部分，他又怎么确保能够准确将大蛇困住呢？以及他出手用海螺石钉住大蛇的过程也完全没有描写。雷藏的台词、小紫的摊牌以及传次郎的行踪，让这一段剧情扑朔迷离。以他们的实力，如果要直接拿下大蛇，应该是毫不费力的。也许更有可能的是，在给予黑炭大蛇应有的惩罚前，还打算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其他信息。传次郎这20年来扮演的是大蛇的换钱人角色，大蛇与凯多的交易，与世界政府的交易，这其中也许还有什么秘密不为人知。无论如何，既然小紫已经摊牌了，那么大蛇的结局也马上就要到了。而在 CP 基佬这边，以战极限1换1击败了马哈，另一名 CP 基佬看起来也受伤不轻。德雷克拿到了主角团必备的技能仰卧起坐，重新站了起来。古赖种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可以理解，但对 CP 基佬来说，他们的任务也许完成不了了。德雷克如果继续与面具男战斗，甚至将其击败，那就只剩下厢房内的那名特工。罗宾和路飞的威胁大大减小，也算回报了路飞当初接纳他这名孤军的恩情。其余的草帽成员动向，尾田也都一一交代了。乌索普继续带着警卫们和小菊逃难，弗兰奇在悬崖边救下了索隆，死神依然毫无踪影。娜美、马尔科、小玉以及斯皮德会合，马尔科当回了老本行船医，用能力治疗了狒狒王和博千代。但是在909话，马尔科再次登场时，也是这样能力治疗小动物，算是一个小小的呼应。罗和基德这边算是彻底选择了躺平。上一次罗选择躺平，就是路飞拿出4档与兵哥决战的时候。从各处人物的行动来看，鬼岛的支线战斗已经全部结束，所有人开始等待屋顶的结果了。于是我们看到，连凯多的回忆杀也被安排上了，这对反派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经典回忆杀刚出现没多久就被索隆砍翻了，但有一说一，凯多与大妈的这一小段回忆，使2个角色的形象立刻饱满不少。凯多虽然残暴，但并没有忘记年轻时大妈对他的恩情。大妈虽然无情，但年轻时也是胸襟广大，愿意关照同伴，并且怀揣着与路飞相似的梦想。海贼王的世界里很少有绝对的善恶，大部分角色都是坚持着自己的立场而行动，这也是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吧。大妈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他对洛克斯的评价并不高，也与当时白胡子对这个海贼团的评价十分相似。看得出来，通过海贼游戏 Navy Bayfight 招揽强力部下而组成的洛克斯海贼团内部其实并不团结，这也许是他最终负面的原因之一。凯多因为悲伤再次进入哭泣追汉模式，而路飞也不再保留，拿出了最后的4档，并以蛇人形态发动攻击。蛇人形态首次出现在路飞与卡塔库利的对决中，是一种强化速度的4档，能够以快到不可思议的拳头突破对手的见闻色感知，击中目标，所以凯多的表现十分吃惊，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拳头。这个反应与当时的卡塔库利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加入了霸王色缠绕的4档，会成为路飞击败凯多的关键吗？现在就看接下来哪一话的标题会变成路飞 vs 凯多。在那之后的2到3话，我们就能看到结局了。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41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我是朱亚本，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观点，我们下期见。